大家好，这是2022年11月25日，我到东京工作大概已经满1个月。那这一天呢是圣诞节，在日本呢，圣诞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有非常多的活动。晚上的灯饰就不必说了哈，那也是大家就是朋友聚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这一天呢，在日本的，就是台湾人的一个朋友，一个大姐，她约了我们一些朋友，大家一起到川崎 Kawasaki 去看一个音乐会。那因为时间还早，所以呢，一样是大姐推荐的到小田院，所以呢，我就到小田院这个车站来做一个旅游。那这是我个人呢第一次搭乘新干线，其实非常的近。我从八王子，从南大泽到八王子横滨线，然后到新横滨，然后一站就会抵达小田院。那非常的快哦。到了小田园，赶快先拍很多照片，然后它有两边的站，那这边是它两面都有很多可以看的。那一到这边呢，就会被这个很巨大的一个车站的一个外形，就是给震撼到。那因为呢，这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从这边开始呢，有一个方向可以往箱根上去，也就是箱根的这个登山列车。那当然也有东海道的 JR， 然后小田急线，然后有好几个线都在这边的汇集，所以也是很重要的观光胜地哦。那像我后来也有到箱根，那去箱根玩，那先住在这边1天，也有这样的一个行程。那车站内有非常巨大的这个灯笼，很欢迎的大家。那出站以后呢，虽然这里古色古香的，但是我吃的是车站对面的汉堡王。后来我再来还是吃汉堡王，非常奇怪的人。其实，在圣诞节应该要吃肯德基的，不过在这边，在日本圣诞节要吃肯德基的炸鸡，不过我是没有找到肯德基。那往城堡的方向移动，在路上街道上会看到很多就是仿古的一些就是商店，卖着一些很有趣的很传统的一些土特产腌渍物这样。那路上经过这边呢，有一个就是也是仿古的一个商店街的形式。那没多久就可以看到远方的巨大的城。那我今天走的是北面，这也是从车站走过来最近的一条路。那东边就是大概在东北边，这里有一条红色的雪桥，它是就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桥，只是我今天没有去走那边，比较可惜。从这边走进来，今天的天气，这也是我很喜欢秋天的原因，秋高气爽，一片云都没有。很舒服的天气，也不太会流汗。在这边散步，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就把它当做一个大型公园，那就在外面走走看看这样子。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田园城，背后有一段非常传奇的一个战国故事。那首先呢，要先跟大家讲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先理清日本历史上2个北条氏。镰仓时代掌权有一个前北条，那战国时代由北条早云崛起称霸关东的，就叫做后北条。那这边就是由后北条就是建造为以小田园为根据地，历经土治，在这边经营5代，成为一个战国时代最重要的大名之一。小田园城不是在这个
明治时期的这个废城令时期，就是去摧毁的。它是受到关东大地震毁的。那在1960年，昭和35年，那政府呢就依照江户时代，就是保永年间，如果大家知道那个保永富士山的这个保永喷火的这个年代，从那个年代的这个模型跟设计图去重新修建的一个小田原城。那当然跟当年北条氏的还是有一些差别。那现在在这个城的内部看到很多包含保留下来的一些历史的文物，还有后来考古挖出来的。那我们现在上到楼上以后，则是有很多早期的照片，关东大地震之前拍摄的照片这样子。不过在日本参观一定要注意哪些是可以拍照、可以摄影的。那像这些复制品通常都可以拍。这个是地震后，它还有这个游乐园，在城堡附近盖游乐园。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姬路城旁边也有它的这个动物园，然后还有一个它的这个摩天轮。不得不说，它在的这个位置真的非常好。再来就会往静冈伊豆的方向进去，就是要往山上的方向。那这边的海，整个看得到这个伊豆的一个方向，非常的美丽。小田原城呢，它被称为南宫不落之城。在全盛时期呢，它有长达9公里的总构，是一个防御线，把整个城下町都包围起来。所以当年战国的军神上杉谦信或者甲斐之虎武田信玄，他们都曾经亲自的带兵猛攻，最后都只能望城兴叹，无功而返。现在到外面外面有蛮多人在这边拍照的，然后也有换衣服，什么忍者的衣服之类的。那另外它旁边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算是武士的一个馆进来以后呢，这里藏有非常多的这个它的这个一些盔甲，还有这个武士刀。不过这一间灯光非常的昏暗，可能有特殊的这个需求，所以没有开，就是保存的需求。刚刚讲到南宫不落之城，后来就到1590年，丰臣秀吉发动20万大军的小田原征伐。那就算是这样子，秀吉也知道强攻非常的困难，所以他就使出了极致的一个心理战，这也就是最有名的石垣山一夜城。在对面的立玄山上面偷偷砍树筑城，利用障眼法，仿佛在一夜之间凭空变出一座城堡。那北条军一早醒来，发现对面出现敌军的雄伟城堡，所以他们的这个南宫不落的这个信心和士气瞬间崩溃。后来呢，我也有想要去这个一夜城的一个遗迹去看结果没想到那个 Google 上面导航的路后来被封住了，所以进不去，要从另外一边进去。那就在秀吉攻城的时候呢，小田原城的最大支城八王子城，就是我的学校所在地的八王子，他就遭受了这个丰臣大军的残酷围攻。由于主力武士都在本城，八王子那边呢就剩下老弱妇孺，仅仅半天呢就惨烈落城。历史自此走向了后北条氏的终结。我后来呢也有机会到这个八王子城的这个遗址去看，那它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天皇陵，就是昭和天皇他们跟大正天皇他们的皇陵那边它的旁边就是八王子城，非常的凄凉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呢离开护城河经过这个虹桥出来，然后我会往
往前，就是往这个车站移动。那在移动的途中呢，也有经过一个这个小型在地的一个百货公司，然后看看他们的这个非常日式的一个摸彩活动。那就准备离开小田园城、小田园站，前往下一个地方了。那下一站呢，我是到横滨，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樱木町哦。从这个车站呢，我就要一出来，其实我已经来过一次哦，以前有来过一次。那后来当然2023年也有参加横滨马拉松。那我这个呢是要来体验这几年横滨最红的地标，就是 Yokohama Air Cabin 哦，横滨空中缆车。那这个通常在周末都要排队排蛮久的。那这一天圣诞节当然也有不少情侣来哦，要排队。那直接从车站搭上这个空中缆车，出发前往对面的这个运河公园。坐在全玻璃的车厢里，整个港未来 Minato Mirai 的摩天轮、高楼大厦，还有海港美景就在脚底下。非常的有趣跟美丽。那今天当然天气也很不错，所以这个时间点没有夕阳，但是它这个颜色非常的舒服，又不会太热，我很喜欢这个时间。跟我一起欣赏这个午后的缆车时光。当然1000块没多久就抵达，当然也可以用走，不过缆车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可以试试看搭缆车过去走回来，或者是反过来。那很快呢就抵达了对面的这个横滨 World Porter 百货商场，可以稍微逛一下，吹是暖气哦，不是冷气。现在天气已经就是转凉了。那穿过这个商场，可以走外围，跟着人潮，然后就会往这个非常著名的横滨红砖仓库移动。真的是圣诞节非常的多人。好，那现在呢，下这个天桥的楼梯，跟着人潮移动，就会看到2栋充满复古欧洲风情的红砖仓库、红砖建筑，它就是横滨最具代表性的地标——横滨红砖仓库。它现在是非常时尚的一个逛街的一个地方，里面开满文青小店，其实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分别建在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作为日本政府的保税仓库，所以当年世界各地由横滨运入日本的香料、生丝与各种洋货，在还没有通关课税前呢，都需要储存在这里。那这边呢，也就是日本迈向现代化、融入国际贸易的重要见证者。那这2个仓库呢，能够完好的保存到今天，真的是一场奇迹哈！经历了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然后又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空袭，战后呢，甚至还被美军征收作为司令部。随着时代变迁，海运货柜化，一度荒废，面临拆迁的命运。那在2002年呢，横滨市政府就决定把它活化、保留。改建成文创商场。那在2022年底，就是我到的这个时间，刚完成了一个最大规模的升级改装。所以一改装完呢，就迎来了热闹的圣诞节。那刚刚看到的呢，就是这个通常圣诞节会办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圣诞市集。不过要付钱啦，
它是非常重要的付费式的一个圣诞的市集。那情侣是一定要去的不过这个门票不便宜，下次吧，有机会再说。横滨中华街呢，我先前也有来过。这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小型唐人街，它是全日本甚至在亚洲呢都是规模最大的华人聚落。在大概500公尺的区域内呢，聚集超过600家店铺。那这里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859年的横滨开港。当时呢，大批来自欧美的商人来到这里，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呢就带了许多懂汉字、英文的华人满版，主要呢是来自广东、江浙一带。那这些华侨呢，在前线协助贸易，并渐渐的在这个区域定居下来，形成今日呢我们看到的中华街雏形。走在中华街上呢，很难不被这些高大华丽的牌楼所吸引。整座中华街一共树立了10座牌楼，最核心的4座呢是完全依照中国传统的牌楼风水神兽来设计的。东边的朝阳门代表青龙，西边的延平门代表白虎，南边的朱雀门代表朱雀，还有北边的玄武门代表玄武。那现在呢，就要搭车前往最后一站，也就是川崎。那川崎呢，很多人对这里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过去京滨工业区那种工厂林立的工业城市。那现在的川崎呢，早就蜕变成一座充满活力、现代感的文艺之都了。一出车站呢，就可以看到非常豪光的巨型商场、丰富的动漫与娱乐，还有多年前呢，他们就提出了音乐之都 Music Town 的构想，大力推广音乐文化，让这座城市一年四季都充满了音符和歌声。那听完这个表演以后呢，我们就出来简单吃了一个饭，我点了这个是亲子冻，然后点了一些串烧，那就准备结束今天的旅程。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部影片，谢谢。